在美国的洛杉矶地区，近日发生了一起由租屋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。一名印度裔房客以向税务机关举报房东现金收租、涉嫌逃税为由，向一名华人房东索要7万美元。警方在掌握相关的证据之后，以涉嫌勒索立案调查，并已将该房客逮捕。据介绍，涉案房东来自台湾，早前将名下的房屋出租给该名房客，租赁初期，双方关系尚属正常，房客也一直按时的支付租金。但是，随着相处的时间延长，矛盾逐渐的累积，最终引发冲突。根据当事人的描述，这名房客在租住的一段时间后，突然改变态度，将房东曾经允许以现金方式支付房租一件事作为突破口，对其提出指控，并以此进行威胁。房客称，现金收租涉及逃税问题，一旦向相关部门举报，房东可能面临法律责任。在此基础上，对方向房东提出条件，要求支付7万美元，以换取其不进行举报，并且明确设定付款期限。该突发威胁令房东产生明显的恐惧情绪。房东表示，对方的语气强硬，态度激烈，使其一度不敢居住在涉案房屋当中，只能暂时的搬离。此后，房客不仅继续占据房屋，还将房间转租给第三方，并且收取租金，局面进一步恶化。在寻求法律协助之后，案件性质被明确为涉嫌刑事勒索。相关分析指出，本案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房东是否确实存在税务违规，而在于房客利用可能存在的问题作为要挟手段，向对方索取财物。在美国法律框架下，若以揭发他人违法行为为条件换取金钱或利益，即可能构成勒索行为。在律师建议下，房东未选择私下解决，而是对相关的对话及威胁内容进行取证，并向警方报案。执法部门在获取初步证据后展开调查，并依法对该房客实施逮捕。目前案件仍然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。相关的人士提醒，类似纠纷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并非个案。部分的租赁关系在初期较为融洽，但是随着后续矛盾的出现，过往沟通中涉及的个人信息可能被一方用作施压工具，甚至演变为法律风险。常见威胁手段包括举报税务问题、移民身份或者其他的合规事项。专业的建议指出，在租赁过程当中，应尽量的通过可追溯方式支付租金，例如支票或银行转账，以减少潜在争议的风险。同时，在面临威胁或者疑似勒索的行为时，应避免私下的金钱交易，应当及时的保留证据，并且寻求法律及执法机构协助处理。根据加州的相关法律规定，勒索属于严重的刑事犯罪，一旦罪名成立，涉及人员可能面临刑事起诉及相应的刑罚。律师建议，华人房东筛选好的租客，要和糟糕的房客打交道。如果有房客有违法犯罪的行为，不要硬碰硬，
最好请律师自取。需要查清楚房客的信用记录，索要其雇主的联系方式。投资美国房地产90%的华人都栽过的坑。华人投资美国房产，很多人都以为只要房子好就行了，但是其实坑太多，见过太多的人。房子是没有问题的，投资却一地的鸡毛。核心的问题是，眼光只盯着房子，却忽略了市场、成本、租客和退出的策略。华人最容易犯的误区，全是真实的案例，踩过的坑。自住的思维干扰投资，害了出租收益。看房不看市场，城市选错了，跳过验房，小问题变成大损失。情绪化的装修，现金流崩塌了，租客没有筛查，收租变抓鬼。我们不讲套路，不讲技巧，只讲底层判断力，教您如何避开这些坑，少走弯路。听懂这些，不保证您能赚很多钱，但是能帮您避开80%的坑。专注地产投资的创业者，我们只谈实战，不扯谈。稳定的现金流收入才是投资房地产的制胜法宝。超级好用的地产投资万能公式1%法则，可以帮您规避风险，稳稳赚钱。很多投资人经常问我房价的走势，我说看这2个指标基本就能定局。降价幅度看就业市场，如果大规模失业的话，房价肯定会大幅下滑。涨价看利率的走势，如果利率没有幅度降低的话，房价短期不可能抬头。我们更关注周期位置、现金流的安全性以及投资的风控。当市场出现结构性机会，就主动出手，寻找逻辑清晰、回报可测算的现金流项目。如果您同样关注美国地产投资，欢迎订阅，感谢支持。